我们又见面了！我的妈呀！盗版植物大战僵尸，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已经退款了？是退了，但没完全退，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游戏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是玩那天录完视频，心想这游戏啥也没有，就是一些东拼西凑的植物而已。但就在我要关游戏时，却看到了这么一段剧情。啊！遭不住了！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啊！是不是肾透支了？你们这些盗版植物的好日子到头了。事情还要从前面几个关卡说起。上回书说到，只要点赞冲1万，下期更新不会断。不是啊，上期野猪拱白菜，你们给我点了5万多赞，好家伙，谢谢大哥大姐。上回书说到，一群野猪想要进攻我们的牧场，咱们也是成功获得了疑似坚果射手的杨桃射手，疑似坚果强的山楂盾，疑似老番茄的，疑似玉米投手的番茄投手。总结来说，这游戏真的是完全找不到植物大战僵尸的影子啊！但同一个玩法下，咱们也别太纠结这些。看着这张口差点叫出名字的会钻地的猪，我们目前还没有什么植物可以挡得住它，它会直接钻到我们的后排啃食蔬菜。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上一些小道具，比如从天而降的铁笼、乌鸦坐飞机。硬着头皮，终于是打完了第2章第1关。看着这给我们奖励的新植物，我明白了，好戏才刚刚开始。说实话，你要是没长这叶子的话，我还真说不准你这究竟是条什么。这颗白萝卜的作用也是挡住野猪，但厉害之处在于它可以钻到地下，也就是说我们不用再担心钻地的野猪了。上期说到后排是用来种植蔬菜，获取各种蔬菜能量的，这时候大帅逼就又要跳出来说了啊，抄袭就是改了一下向日葵。这种上蔬菜竟然还需要浇水，你能信？还以为我是植物大战僵尸吗？在下 QQ 农长，你他妈！我们也可以花能量买个老头来帮我们收集蔬菜能量，这还挺好用的。不过这老头还没一颗萝卜大啊，这也是很合理的呀。往后面玩还有个新的二师兄，比如这个师从肛门僵尸的迟钝猪，它的防御力要比其他的猪高上许多。打完迟钝猪这关后，也同样是获得了新植物。生意行吗？你们哥俩？我操，说是胡萝卜，但一眼看像是个绿毛蚯蚓。不过这绿毛蚯蚓的能力很强大呀，很强大，但也很熟悉。すごい。正当我要试一试这异世界的猫尾草时，就出现了视频开头的那段剧情。头马头选手和绿毛蚯蚓被猪猪侠吸干了身体，而猪猪大军们却化身为植物猪。这有些类似于植物大战僵尸的小游戏关卡。这一关我们需要拿上锤子去打这些来袭的植物猪。植物猪在推进的同时，还会使用头马头和绿毛蚯蚓的能力，而我们在把它们当做地鼠砸的同时，还得去种植番茄和胡萝卜，收集相应的能量来让我们的绿毛蚯蚓和头马头重新支棱起来。哎，懂了吧？剧情是这么个意思。刚刚他俩不是被吸干了吗？这关小游戏就是要帮他们找回能量啊！好家伙，把良心盗版打在公屏上啊！有一说一，这种剧情的结合还是不错的。终于我们在抵御植物猪的同时，也是帮着2位老哥重新支棱了起来。要死是怎么着你？接着咱们就可以在后面的关卡中去使用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绿毛蚯蚓了。绿毛蚯蚓的攻击可以跨路追踪攻击。我觉得这种东西写进视频文案里有水时长的嫌疑啊！你这去了 MC 都认得你是猫尾草，就像我上期视频说的一样，到后面就感觉这作者是不是摊牌了不装了呀？演都不演一下就上了，好家伙，脚底真弹簧的猪，师从何处不用说了吧？写在弹幕上啊！致敬致敬，铁栅门僵尸致敬，猫尾草致敬，跳跳僵尸致敬，大嘴花我的妈，这他妈真摊牌了吗？连皮肤都懒得换了吗？喂，好家伙，鲜花捕食者，连耷拉在外面的胳膊都不舍得改了。你脸红了。有了大嘴花的加持，我们的牧场更加坚不可摧了。猪人僵尸也派出了新的兵种。3比1后，卢本伟准备就绪。哎，你们为什么都站起来了？但卢老爷来了也无济于事。了解了这些植物的真实身份后，我们用起来那是如鱼得水啊，很轻松的就把这关打完了。接着往后打，我对这游戏越来越没有陌生感了。这波叫什么？这波叫透过现象看本质。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但话说回来，玩到这我明白了，这游戏评分为啥还有49%的好评？这49%至少是坚持往后玩了玩。其实剧情设计和一些独特的玩法部分还挺出彩的。不过有些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看得出，这作者对于植物大战僵尸的敬意，那犹如滔滔江水，在后面的关卡中，好家伙是滚滚涌上前来。你说是吗？大蒜地雷，我操！植物大战野猪的故事似乎开始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了，未知的威胁还在不断的向小岛靠近。和善的植物们需要你们的点赞，咱们还是长按点赞冲上8000，下期视频马上安排。我真是小熊，感谢观看，别忘点赞，记得下期来看，拜拜。我就看谁敢说这个游戏抄袭！哎呀，只是抄个玩法，哪里算抄嘛？你看看我们连个贴图都是自己画的呢！啊，你看这个冰南瓜投手多么的用心，多么的有创意！
哎，算了，都是致敬啊！熊市丸追番了啊！上期点赞啪的一下就够2万了。那咱们继续看看这些可爱的蔬菜们。好家伙，上期竟然解锁了老母鸡，结果到现在竟然还没长大。但这件事情我们先放一放，因为我在游戏时看到了这么一段剧情。秋风扫落叶，沙场秋点兵。哎，我是不是背错了？当当后黑心长长，这他妈什么鬼啊！那天我如往常一样友好的接待野猪们，我对迪亚波罗我们又见面了。迪亚波罗这种东西，中2、3个基本上就全火力覆盖了。但结果这关来了个新的野猪，好家伙，流星锤、铁罩罩野猪，甚至连大嘴花也只是能咬掉它的护甲而已。我的妈呀！不过让人在意的其实是这一关我们能种的新的能量植物——玉米。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获得玉米相关的植物卡了。啊，这难道是玉米防空炮吗？那么优秀的一个植物，就由我来为你起个好名字吧。哎呀，取什么好呢？要不就叫做玉米机枪射手吧。哦，好家伙，你还真就叫这个名。倒是换个单词就当是演示了哈。兄弟们，把良心游戏打在公屏上。好，玉米机枪很贵，要225能量，但冷却时间不算太长。最重要的是这个火力压制真的很强，在后排有一个玉米机枪的情况下，什么野猪也冲不到面前。这关打完解锁了杀虫剂。好的，兄弟们，我已经习惯了不生气了。这游戏必须得整些重复又无趣的东西，来凸显自己的原创。所以咱们以后除了浇水施肥，还得给这些蔬菜打农药了。近日本台记者在市场发现，大量蔬菜有能量残留超标的情况存在，因为这些蔬菜确实来源于同一家农场。黑心老板谎话漫天，农药超标，危害万千。雷神朱尔替天行道，带领着新的野猪特种队。好家伙，冲浪野猪，你这也没有水池关卡呀！又是一关小游戏关卡。这个冲浪野猪呢，就是趴在冲浪板上冲过来，速度倒确实是比别的野猪快，攻击力高，但是很脆。这关很简单，随便放一放也就打过去了。然后解锁的是一把锄头，嗨，就算是为了凸显自己的不同，也不用同一个东西弄这么多个吧？除了挖石头、除草、砍木头，现在还多了一个铲雪。哎，等等，铲雪。从第1期视频开始就期待着换地图，这不知不觉这么多章节打过去了，你终于舍得换个新图片了呀！在下为刚刚嘲讽锄头的事情道歉。但好像也就真的只是换了一张背景图。好家伙，换个图片的事儿，为什么要憋到第4章才舍得换呀？有着玉米机枪的加持以及迪亚波罗的全屏输出，即使是高护甲的一堆野猪入侵，我们也能轻松的看着他们安详入睡。更何况还有人参这种补品，倒不是给野猪补到暴体而亡，而是它竟然可以给所有的防御类植物瞬间补起来。那这时候可能就有小可爱要问了啊，那小熊，这冬季关卡也没啥不一样的呀？是的，我刚刚不也这么感觉的吗？直到我遇见了他。是心动啊！还记得那年春天，西瓜套上了南瓜壳，南瓜守护着西瓜，西瓜温暖着南瓜，于是就有了冬天的这个小生命。Oh my god！ 不是我说你好歹学学人家冰西瓜，多加个投掷的动画花不了多少资金嘛。但不得不说，有这个东西在，我们又变强了不少。虽然很想看看冰南瓜投手实战的样子，但我们好像一直把虚坤同志给忘了。算了算时间，养的小鸡应该长大了吧？为什么时间从头开始算了呀？喂，不是啊，大哥，我这早就过了退款时间了呀，你真不用再怕我2小时退款了，你不要这样搞我啊，喂。接着打了一关，我们还解锁了绵羊，果然又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换个名字又来一遍，哇，是真的恶心啊！喂，我算是搞明白逻辑了，从铲净菜园子、挂机刷植物，攒够钱以后就养鸡耗时间刷钱，然后钱又够了以后呢，就养绵羊、挂鸡、剪羊毛刷钱。话说你这也太贵了吧！所以说最后这个奶牛也是同样的道理，挂鸡然后挤牛奶卖钱是吧？他妈我真不退款！一塔防单机游戏。
弯曲的树精可以伸出手臂夺走敌人的装备，不光是可以夺走护甲之类的，什么盾牌啊、宝箱啊、方向盘啊，你他妈从哪冒出来的喂？野猪们不知道从哪开来一辆压路机，这不用看图鉴了啊，隔壁游戏早就偷学了咱们野猪的创意了呀。这里新来的压路机野猪，我们的第4对它也没啥用，结果竟然是要树精把方向盘拔掉。后面如果遇上敌人挡不住的情况，也可以用冰西瓜冻住全屏的敌人，这冰西瓜很便宜，还挺好用的。接下来新植物又登场了啊，您是？椰子保龄球，早年间听说过坚果保龄球，没想到如今还有椰子保龄球。果然时代还是变了嘛。我还在想为啥没致敬保龄球小游戏呢？原来是作为了一个植物登场。你真别说，竟然还有点那意思。再回去看一眼我的小鸡，果然还没有长大。不过这时我才注意到墙上的纸条，这只鸡每个阶段需要喂5次食，而每次喂食都需要3个小时，也就是说需要15个小时才能让它成长。你要知道，这后面还有羊和牛要养，不使用特殊方法正常玩的话，这就不是正常人能正常玩的正常游戏。当然，这时你可能要说啊，这游戏内容还是挺有趣的嘛。那是因为我把闪屏、闪退和拖节奏的地方都剪掉了。当然，你也可能会说啊，那至少这个游戏的剧情还是很优秀的嘛。是的，因为那些剧情全是我瞎编的。是有 CG 动画没错，但其实每次剧情都是啊，野猪 boss 生气了，他派出了新的野猪。怎么说呢？这个游戏其实算是个优秀的半成品的致敬游戏。等等，下一关突然来了个奇怪的生物，雪人野猪啊！这是。回想一下今天的剧情，好像有什么不对劲。野猪们的真实来历究竟是什么？他们真的是邪恶的一方吗？下期视频《植物大战野猪》大结局，神级反转，世界线收束，常点赞冲2万，最后一期不会断。我真是小熊，记得下期来看，拜拜。数码宝贝和植物大战僵尸联动了，好家伙！当我第一眼看到这游戏时，我在想，难道说又是盗版植物大战僵尸？但是给你们看一眼这游戏画面啊。公屏来一波大制作，好吧？可能对于雄狮丸来说，这确实已经算得上是大制作了。雄狮丸，不过这游戏还没有发行，看不到其他玩家的评论，目前只有一个试用版可以体验。那良心小熊我呢，就抱着让你们常点赞的心态进游戏试玩一下。但是群不点赞，但是群不点赞，但是群不点赞，看你们这群邪恶的家伙 ，UP 主的心就由我来守护。基本内容框架呢和植物大战僵尸一样，但是掌控元素进化精灵。但游戏的介绍应该可以确定，这回不是无脑山寨的游戏了。游戏有地图，很不错，从魔法森林到冰雪山脉。但我们现在只能试玩几关，进入试玩关卡，好家伙，真的是打消了我对这个游戏是不是盗版植物大战僵尸的顾虑。无所谓了呀，这好歹是做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画风，不像一些个盗版游戏直接复制粘贴得了。立体的场景和这些花草树木的画面，一瞬间有种在玩某开放世界游戏的感觉了。好评好评好评！不过接下来我瞬间被浇了一盆冷水。事情是这样的，我之所以迫不及待玩这个游戏，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游戏支持界面和字幕简体中文。没错，设置界面确实有中文，但好家伙，橡树爷爷的一番话让我突然想起了我英语不及格的事儿。我没有在游戏对话表找到这个词的翻译。这他妈是你该说的话吗？喂，应该是我们现在玩的是试用版的缘故，为了避免出现机翻错误的尴尬情况，他非常机智的选择了不翻译。我操！不过大概意思我们也能猜到，在平行世界一片祥和的大陆上，突然遭遇了一群名叫白嫖怪的攻击。那么我们作为善良的守卫者，要利用魔法和聪明的力量，带领可爱的精灵们净化这些敌人。我操！正道的光打在公屏上啊！和这游戏原版剧情可能有那么一点出入，我们就暂时先这么理解好了。接下来的内容各位应该很熟悉，通过种植这个什么花来收集能量，使用这些能量我们可以召唤精灵以及使用技能。游戏开始后会在后面钻出一块水晶。听一下橡树爷爷怎么介绍的。我没有在游戏对话表找到翻译。谢谢橡树爷爷。在这个游戏里和原版植物大战僵尸小推车作用一样的东西，就是这个魔法盾。骷髅攻击魔法盾后会触发强大的魔法，直接摧毁这一条路线。注意听，是摧毁这条路线，然后你又放不了精灵了，骷髅也走不了这条路线了。哎，你这个设定是啥意思啊？不过看到这里，可能就有帅哥要说了啊，小熊，这不还是植物大战僵尸吗？哈哈，请看这个。我操，这年轻人！虽然植物大战僵尸也有升级植物的设定，但这个游戏在这方面结合各种技能魔法，同时精灵也有各种独特进化的路线，算得上是做出了特色，做出了亮点。但是这个战斗节奏属实有点太慢了，而且胜利反馈也几乎没有，毫无快感。不过各种魔法技能倒还是增添了很多的新鲜感。水弹冲击消灭一个敌人，闪电攻击消灭一
MC 一样也是可以放置的啊。What the fuck？ 好家伙，超能力版我的世界码！等等，这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4399会写在西瓜上？哎，这不是重点吧？这他妈西瓜长在树上呀！这个问题不就出现了吗？啊？哦，原来这是颗梨，那好像更离谱了吧？然后非常合理的树上这个像外星产物的东西，竟然还真就是苹果。这苹果刘墉来了也不敢下嘴巴，快吃点吃吧。接下来我们有一个任务，就是去找鲁班换取船只离开这个小岛。等等，鲁班。你看起来好像很兴奋啊！接着我还遇上了一个女性 NPC， 哎呀，没想到呀，这回咱们玩的这个网页 MC 内容竟然还挺丰富的。就是大姐，你好像有什么大病啊？生意行吗？你们哥俩？鲁班的船需要用绿宝石换，收集好了绿宝石，终于可以出海了。这船看着也是写实风的啊！哎。这船好像有些个特色呀，怎么船开走了，我人还在这儿啊？终于还是成功登上了船，前往下个岛屿。在这个岛上，我们又遇到了下个 NPC， 告诉我们村子北面有一座岛屿，岛上有一个什么传送门。啊，这突如其来的是什么剧情啊？还有这个龙王是什么鬼啊？告诉我们必须升级我们的船才能去哪啊？突然闻到了一些危险的气息，看来得琢磨一下装备的问题了。和 MC 一样，可以制作幕府、木剑、木镐之类的，当然也有弓箭、霰弹、枪，一般的霰弹枪，一般的大喷子。好，你有病！跑了一会儿任务，那所谓的龙王的线索汇聚到这个女人的丈夫身上，但是她的丈夫却失踪了。让我们看看她是怎么说的。时间冲淡了一切，我老是觉得他做的不够，其实他很努力了。啊，不是，什么情况呀？哎呀，啊，总之呢，她的丈夫是一个法师，这个法师跟随大法师离开了，而他们掌握着传送门的秘密。于是我登上了船，继续前往下个岛屿。这个岛上的树木有些不同了，同时也多了一些小可爱啊！快瞧啊，他笑得多开心呢！呀。死啊！复活过来时发现已经有个男人帮我解决他了，而这个男人就是那个女人失踪的丈夫。我们想要找到最终的秘密的话，必须先把他从龙教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好家伙，龙教又是什么剧情啊？啊，是你吗？抓根宝！好家伙，我觉得这个剧情逐渐诡异了呀。这些个龙教守卫还挺强的，不过一个一个耗还是能耗死的。但离谱的是，我竟然从他们身上摸出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我以后可以使用魔法了。然后折腾了半天，终于是可以去见大法师了。这个大法师就厉害了，好家伙，如果你靠得太近，他就直接隐身了。好家伙，哎呀呀，真不愧是大法师呀！但法力还是欠缺一点的，胡子和帽子还飘着呢。すごい。说是想去巨龙之地的话，得帮他杀5条龙。这几条龙本来确实是挺难打的，但是咱们不是捡到了魔法技能吗？然后咱们死亡复活也是在原地满血复活，所以就这么一直耗也能解决他们。甚至这些龙最后直接跑掉了。好家伙，他妈你们回来呀！打我啊，笨蛋！终于打完了龙，回去找大法师啊！终于可以通关这个游戏了吗？甚至大法师还提醒我，加载地图会卡一会儿，让我不要关闭游戏。好家伙，这是你会说的话吗？啊，终于到这最后的巨龙之地了吗？啊，你就是巨龙嘛？哈哈哈，也不过如此嘛。哎，不知道你和末影龙认不认识啊？那想当年我面对他，哎，你怎么不掉血啊？哎呀呀！原本以为是装备不行，然后我又挖矿把霰弹枪给做了出来。哈哈哈，龙哥时代变了。结果不断重生打了10几分钟，这条龙还是一滴血不掉。这好家伙，末影龙好歹还叫2声，这货连个机会都不给。也许是我和他的等级差距太大了吧。总结来说呢，这个游戏处处都是槽点，但可能是小熊做了这么多期试玩，早已经百毒不侵了。在众多的益智好游戏的熏陶下，我竟然觉得这游戏作为一个网页游戏，还有那么一丝丝惊喜到我了。哎，我怕是太久没见到什么正常游戏了。好了，那么今天试玩这款 MC 游戏，你来打分的话，10分你会给几分呢？那么这期熊试玩就到这里了。我这是小熊，感谢观看，别忘点赞，记得下期来看，拜拜。好家伙，盗版植物大战僵尸竟然还卖10几块钱！说到山寨盗版游戏，你可能下意识想到的是国产2字，但我觉得国外的月亮也不是那么的圆。今天我试着搜植物大战僵尸时，看到了这么个游戏，我操，植物大战野猪这合理吗？这很合理。我的妈！熊市版，你就看这张图吧，把离谱打在公屏上，好吧？这好像植物的名字就在嘴边，但是就是不敢叫出来啊喂！我就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什么东西过来了？海贼王在哪儿？不是，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发生什么事了？这个游戏竟然还有 CG 动画，大概意思就是说呢，有一群漂洋过海的野猪要来入侵咱们的牧场，然后我们用各种瓜果蔬菜守卫住啊！是不是觉得剧情很熟悉？游戏开始后可以说是和《植物大战僵尸》也就是有那么一点点相似，但是先别急着开喷，开喷前先为我买下这个游戏的勇气，点个赞好吗？但游戏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阳光植物变成了别的杨桃、番茄、青椒之类的东西，并且只能种在后3排的肥沃的土地上，可以理解为后排提供各类植物子弹，然后前面几排发射。但是他妈你是个什么东西啊？豌豆老弟、坚果老兄，还是说你竟然是坚果射手？我睡的有什么问题吗？我操！我看得出作者有刻意回避植物大战僵尸的感觉啊。这个东西其实是叫杨桃射手，一个阉割版的杨桃嘛，只能朝前方射击一颗星星。打完第1关后获得了一个轻胶炸弹，可以炸横向的3格的范围。阉割
版的樱桃炸弹、火爆辣椒。好了，我们尽量不去带入原版的植物大战僵尸啊，和坚果墙定位相同的植物，在这里是山楂盾。同时在敌人入侵方面，其实是有一点点创新的，除了普通的猪人外，还有锁甲猪和更强的板甲猪。但其实最难缠的是这个工兵猪，它会无视障碍直接攻击后排的植物。嘿，好像听着也有点熟悉。这游戏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个创新玩法的好游戏吗？等到你真的体验以后，你会感觉这游戏真的是哪都觉得熟悉，但又不能肯定的说出口。这可能也就是它相比于国内某些山寨游戏的高明之处吧。就比如说这个植物番茄投手，我的妈呀，这个老番茄呢？这个番茄投手呢，战斗时会伸出一个小手，丢出一个小番茄，然后会定住一会儿敌人。看到这，你是不是以为是寒冰射手？这个番茄每3次攻击就会定住一次敌人，加上它是投掷攻击的设定啊，玉米投手。除了这些，后面的植物估计作者可能是开始摊牌了，不装了呀！我的妈呀，我他妈！接下来举2个植物的例子，相信你们都能把它借鉴的原版植物的名字写在公屏上嘛。首先是双头3发射手，可以朝前后射击3颗豌豆。面对来袭的滑板野猪时，因为可以直接跳过我们的没跳过，因为它可以直接跳过我们的植物，所以我们的双头3发射手可以很好的克制它。藤条夹，由藤条编织而成的捕兽夹，在面对来袭的野猪时可以做到一击必胜。看起来都是很优秀的原创内容呢，但总觉得哪里有些熟悉的感觉啊喂！吐槽归吐槽，游戏还是有原创的，比如有些个关卡会出现长草长石头的设定，我们需要点击一下清除掉。就这样而已。是啊，好吧，可能后面还有很多新内容吧。但是因为这游戏太无聊了，而且太费时间了，我到这里就实在玩不下去了。我好不容易挺到了第2章，连个地图都没换，而且主要原因是我再玩下去的话，就该过了退款时间了。我操，你脸红了啊！你还有什么游戏值得吐槽，或者有别的奇葩的植物大战僵尸游戏，都可以写在评论区。这小东西也有点似曾相识啊。同时我还找到了一个疑似魔法版、立体版的植物大战僵尸游戏。如果这期点赞超过8000的话，我们也可以来玩玩看。那么我支持小熊，感谢观看，别忘点赞，记得下期来看，拜拜。在4399里玩我的世界，这种奇奇怪怪的想法全都是来源于我骨子里寻找好游戏的那股热情。这小可爱是个什么东西啊喂？熊市玩4399，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勇者小熊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了这里。各位先给我的勇气点个赞好吧。想说搜一个很大众的游戏，我的世界应该很难出意外吧？那不出意外呢，就是出意外了。我挑了几个4399的 MC 游戏，满分10分，你们可以在公屏上给这些游戏打出你心中的分数。我翻了几10分钟的列表，其他游戏英文名好歹还改改单词，这家伙英文名就直接叫我的世界了。进入游戏，这 Minecraft Play Online 啊，还是适合16岁以上玩。我操，不会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吧？游戏里乍一看，还真是 MC， 可能就是画质稍微低了那么一点点，但玩起来就是感觉在 MC 里用放大视角在玩，很不好控制，而且好像除了可以破坏方块以外，好像没有别的啥事可以做了。不过这时候可能就有小可爱要说了啊，一个网页游戏能运行它就不错了啊。是的，一开始我也这么想，毕竟 MC 是个有一点吃内存的游戏，网页能运行确实我很满足。但这个游戏就这一小团地方而且所有的方块都没有相应的功能，比如说水就是一个样子而已，并不会流动，也没有水下的效果之类的，是受制于技术限制，你无法实现一些内容也可以理解。那你为啥要把这东西作为一个游戏上呢？能赚多少流量钱啊喂？离谱的是，本游戏适合16岁以上用户。这件事我懂了，就是会去玩它的可能只有年纪小的朋友，然后这些小伙伴玩了以后发现你这什么破游戏不好玩，大妹是你年纪太小，有些事你把握不住，这合理吗？这很合理啊。好，这游戏打分的话支持负分啊。接下来是我的世界大生存啊，生存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大生存有什么不同呢？看游戏封面，简约大气，分类益智小游戏，了解了。那游戏进去之后呢，其实就是手机游戏的感觉，我们需要摧毁史蒂夫脚下的东西，最后能让它落在草方块上就算过关。熊熊燃烧的烈火烘托着紧张的气氛，林中的苦力怕又有什么企图呢？ MC 震撼新续作，逼真物理引擎，超人气益智小游戏《我的世界大生存》现已登陆4399，是新游戏啊。那么这款 MC 你能给几分呢？看这游戏的评论区哈。这款游戏陪伴了我好久，非常喜欢。好，接下来这个可以了啊！4399排名第1的《我的世界》游戏，射击小游戏《我的世界吃鸡》，直接融合了2大火热元素。进入游戏我惊到了，好家伙，这好像能玩有一说一，这个好像真的不错，至少作为一个网页游戏能这么丝滑已经很出乎意料了。游戏就是传统的吃鸡模式，落地捡资源然后打架，有冲锋枪、步枪、狙击枪啥的，还挺简单的。比如可以无限耐力跑，主要是你看这个速度，撵着飞机追空投，所以死在圈外这种事情在这个游戏里基本上没哪个小可爱可以干得出来了。但还是有些很傻缺的设定，这地上飘着的资源是实体的，我们是不能直接穿过去的，所以当我在一个房间连杀几人以后，我要怎么出去啊喂？接着我还发现了一个 bug， 在我用狙击枪开镜的时候切到步枪的话，这好家伙，这游戏里轰炸区还挺频繁的。不是，这缩圈速度有点不讲武德了。
获得了第2名的好成绩。なんですか？好，这个游戏你们会给几分呢？我觉得在这样的同等环境下，10分给个7分应该还行吧。好，下个游戏依然还是吃鸡游戏，我的世界吃鸡大乱斗啊，加了大乱斗几个字，然后还用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图标。哎呀，这个图标制作的就非常的好啊！我觉得这种时候你们应该把良心游戏写在公屏上了吧？哈哈，没想到一个蹭 MC 和吃鸡热度的4399网页游戏，竟然用着如此智慧的绿色恐龙图标。我何德何能在4399搜 MC 搜出来的是如此大智慧的游戏？游戏里我们需要控制我们的方块小人去射击击败场上的所有敌人 ，WASD 控制方向，鼠标左键射击。不过我觉得控制方向什么的都是多余的，我这明明都能用屁股喷射呀！那我看不一样。还有最为致命的是这个游戏的 BGM， 你放这么大声和游戏声音混在一起，真的很扎耳朵。这好家伙，双重 BGM 组合输出。晓得吗？在评论区还有人好难啊，仿佛身体被掏空。而且楼下这个人也这么说。我建议你们拼团买世宝，说不定还能便宜些。那么这个结合各种元素的好游戏，10分你会给几分呢？好兄弟们，这期4399好游熊试玩，咱们就先试玩到这里了啊！如果你喜欢咱们这个系列，大家可以多多点赞，常用点赞冲1万，下期更新不会断。我真是小熊，记得下期来看，拜拜。好像安全了。哎呀，你脸红了！我都是手，你就从来吧。这不是什么情况啊？喂，我真是小熊。我上期录了一下这个游戏的试玩，就开始有人喊着追番了。那点赞也够了，咱们这期还是一样，常点赞冲1万，下期更新不会断。植物大战僵尸 BT 由宅宅萝卜制作的改版游戏，简单玩了一下，发现这游戏与原版植物大战僵尸的区别可不止那么一点点啊。接着点开了这个叫做持续压制的关卡。这巨人僵尸啊！第3关巨人僵尸就上场了，应该也许可能还是非常的合理呢。那至于这个机枪机器人，你们觉得是不是也很合理啊？这好家伙，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喂，在一个神秘时空，埃德加博士取得了巨大突破，神秘的金属科技使得植物与僵尸逐渐适合。我觉得这么一个剧情很合理啊！好，游戏开始。虽然我们植物这边所有的植物都是可以用的，但毕竟游戏要慢慢体验，同时也是为了视频效果，所以咱们也别上来就把强悍的植物全部拉满了。好，笑容和善的小鬼僵尸一开始就上场了，紧接着撑杆跳僵尸竟然也上场了，这进度也许可能是不是有些快了呀？拿着杆子跑得还挺快的。这里你以为是用卤香蛋骗到他的杆子吗？哈哈哈，同学你年轻了呀！哎呀，味道真是好。哎呀呀！为什么又是我？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这戏我就不演了。那一年，向日葵决心改变炮灰葵的人设，穿上了盔甲，拿起了宝剑。剧情是我瞎说的，它本身应该也是有着自己的故事，咱们以后视频有机会再研究。但是向日葵骑士这个植物，好家伙，向日葵看了直呼熬出头了呀！它可以对敌人造成物理切割伤害，所以我给它种在了坚果墙后面。但是如果它附近有向日葵的话，还可以给它自身提供各种加成。哇，其实这样的话就很强了吧？后面全是有着豌豆教父加成的豌豆，前排的坚果身后又有着向日葵骑士的输出，而僵尸那边也只剩下最后一波的入侵了。大人实在变了吧？这你确定真的只是第3关吗？好家伙，这真就是机枪吗？哎呦，还有4条腿可以往前走。没关系，咱们直接一个樱桃炸弹，直接把下面几路全清了，上面再补上一颗卤香蛋，应该还能守。哎呦我去，怎么还有啊？这武王僵尸在前面挡伤害，后面几个机器人在那疯狂输出，没有关系，慢慢守，等樱桃炸弹。哎，我なんですか？巨人僵尸的事我给忘了，你等到最后全部一起上的吗？看来用这些简单的植物确实有点困难。重新来了一把带了荆棘射手，这东西有穿透效果，应该还挺好用的吧。同时这把还带了第4放在坚果墙前面，以及这个叫做全息花圈的外壳植物。我本以为这东西是相当于南瓜壳一类的，但是它的作用其实是让植物变成全息状态，僵尸攻击不到它会直接穿过去，也许挺适合双头植物使用的吧。反正给坚果墙使用全息花圈的，可能只有我这大聪明可以干得出来了。完全是不懂啊。总之这一关因为没了解植物特性，打的还是很费劲的，但好在最后还是赢了。关卡继续来到了横冲直撞这一关，这一关的僵尸就更离谱了呀！一个开着房车的僵尸，一只骑着乌龟的僵尸，这都是些什么啊？喂，有了前面几关的友好交流，我已经不敢再小瞧这些关卡了。在这一关里，我也是用上了各种奇奇怪怪的植物和狗，但是这上来就是一只老大爷，接着就是气球僵尸，这我哪顶得住呀？而且这后面什么房车、乌龟、小胖子什么的都还没有上场呢。所以我查了一下攻略，总算是找出了不用带太多新植物，相对来说又比较简单的打法。刚开局赶紧把向日葵全部种上，对于二爷就先用土豆地雷应付一下，然后就可以用双子向日葵卡开始升级了。双子向日葵不光是产2份阳光，还可以给周围的向日葵提供加速效果。那咱们为什么要攒阳光呢？就是为了直接安排上榴莲投手。好家伙，听说过西瓜投手什么的，对吧？还都是一些比较和善的植物。这他妈榴莲投手是真的要命了，这是。之前也玩过改版的榴莲投手，这里的榴莲投手有着钝击伤钝击伤害，并且附带范围的中毒效果。在这里一方面